卫福部刚刚公布2023年的国人的10大死因哦。不过有个好消息是，国人全体的死亡率好像是稍微下降了一点点哦。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因为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下降了哈，因为最近疫情解封嘛哈。新冠肺炎从去年的10大死因的第3位掉到现在的第6位了哈，所以死亡率是大幅下降。但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感染新闻好像又变多了哈。以在我的医院为例啊，你在我们加护病房里面哈，现在里面就躺了3个新冠重症的哈，其实好像回到那时候疫情时代的样子哦，因为以前大概ICU里面躺10个里面大概也就是2、3个新冠重症啊，结果最近突然间ICU里面竟然一锅躺2、3个新冠重症哦，你觉得这一波疫情会再起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大家可能已经口罩全部解封了，就是解封的关系啦。对，那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其实这两年解封的过程当中，大家真的是感冒不断。对那当然过去一些理论说，包括免疫负载啊、免疫偷窃啊，大家常常会讲说什么免疫负载，什么叫免疫负载？大家讲清楚。好，一般他们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过去因为一直没有都戴着口罩，没有去更新这些病毒嘛，所以不管你去面对所谓的流感啊、腺病毒啦，或者一般的呼吸道感染，这些病毒码都没有更新，所以我们一开始说，脱掉口罩之后，其实就是更新病毒码，让你去接触这些病毒。可是发现说奇怪，怎么接触到最后感觉不了了之，大家都一直没有终止的那一段。所以到时候有一个理论就是叫做免疫偷窃，就是说当我们每次感染一个感染之后，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低下。可是，一低下之后呢，我们就有可能要等它回来的时候，才可以有足够的免疫力系统去应付下一个病毒。可是发现它还低下来不及，你又感染下一个病毒，所以就呈现让免疫系统在低档，所以就变成说你一直没有办法恢复免疫系统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所谓叫免疫偷窃的一个情况。OK， 所以这样2个问题了哈，一个是我们免疫负债，就是我们前3年口罩戴得太好，都没有感冒，其实可是病毒一直在更新啊，所以呢其实很久没有训练自己的免疫力了。另外就是很多人会发现说，我感冒完之后怎么还没有完全好，下一个又来了，对，就是因为你免疫力其实在被偷窃掉，其实是属于免疫的低档啊。对。那这一波的疫情跟我们介绍，现在到底是什么病毒株？现在来讲，其实还是算 Omicron 的远亲啊。对，一般来讲，我们过去是 JN.1，那现在来讲，目前蠢欲动的第2名开始，我们叫 KP.2 了。所以现在还是 JN.1 是大宗，还是大宗。现在 KP.2 慢慢再上来。那它跟 JN.1 有什么不一样？主要是传播力，然后传播力是 JN.1 的1.2倍。1.2倍。可是，在目前看起来的监测，大部分的症状还是跟 JN.1 很像。就是跟 Omicron 一开始很像，就是大部分还是在上呼吸道症状。大概会有哪些症状？大部分还是发烧啦、喉咙痛啦、流鼻水。那少部分当然还是有一些嗅味觉的改变，不过相当于很过去的那一些已经少很多了。是，那造成这种严重性肺炎的相对也是不是那么高。可是我们会唯一担心就是说，有一些人他过去曾经经历过多次的 COVID 的感染，或者是说他本身这个就是慢性病的族群，所以他已经潜在被攻击过很多次了。那抵抗力还没恢复的情况之下，你现在即使是一个相对弱一点的病毒，还是有可能会造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因为其实我们常常讲说，就是一个疾病如果它能够普遍化的话，基本上它致死率是不能太高的啦不然如果说得到10个里面有9个都死掉，它也没有机会去传染给。对，所以这个我们在讲的COVID，它轻症化是可能是一个趋势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最近好像很多人中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在COVID那3年之中，好像都已经很多人都被感染过了嘛身体可能已经没有那么的好了这在干扰可能还是会这些重症不过还是要帮大家问2个问题一个就是现在疫苗打还有效吗？现在来讲，我们目前打的最新的疫苗，目前是认为可能效果还是有啦。可是就是说，如果你是增强免疫的系统的族群，可能过去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可能已经打过至少3针，可能对于这时候再打，它是不是就能完全阻挡这个感染或者是重症？其实目前来讲，当然它没有那么多的证据。可是对于如果你本身是高风险的族群来讲，对于预防这个重症上，应该还是会有帮助的。好，另外就是现在大家一感冒的时候，我们就会开玩笑说，你是不是 COVID 在感染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前都要快筛嘛，现在这个快筛这个 COVID 还准吗？目前来讲是还准，只是说只是统计目前来看我们会发现说，很多人他在初期的感染的过程，他去筛的时候，发现他很像不太会筛得出来。对，所以我们现在会变成跟过去相比，我们会建议民众多筛个几次，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要特别小心，就是当你感染之后，隔没2天，你家里的家人也感染了，那种传播速度很快的时候，你就要留意这波是可能是 COVID 的机会很高。像我
我门诊很多病人他就是自己感染的当下，第一次筛，他说没事，结果发现隔没2天太太也中了，小孩也中了，再去筛太太的时候才发现是 COVID，他再回头来认定自己应该就是 COVID 的感染，所以其实应该变成说你可能要筛的次数要够多，那可能累积的病毒量够多，这时候去筛到的可能准确性它会比较高。对，以前我们是只要被刚才筛到 COVID， 然后就被关起来了。对，现在这个已经不是需要这样，已经不需要怎么样。那你会建议大家说，如果我在家里面我筛到我自己 COVID， 这怎么办呢？目前来讲，因为现在我们不会关起来，所以基本上其实只要是低风险的族群，我们也是一般的用药。可是如果说你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就过去我们建议要用抗病毒药的族群，那你还是要尽快就医。那当然，假如说你即使是低风险的族群，可是你就是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会导致不舒服，那这时候还是可以去就医诊断。所以虽然那个政府最近口罩解禁了哈，但如果你在家里面，刚才刘医师讲的很对啊，就是你第一天筛出来不是 COVID， 不要以为你一定不是对，搞不好你第2天、第3天就是了哈。然后如果你真的是的时候，还是请你戴上口罩了哈。但是除了 COVID 之外最近比较红的就是歌神张学友哈，这个演唱会我是有去听啊，我是有去听啊。但是很多朋友很倒霉，因为后来张学友他取消了好几场演唱会，就是因为他得到所谓的呼吸道融合病毒嘛哈。可是最近感冒人真的很多你想想看，我们感冒有可能是咳嗽的话，有可能是新冠，我也可能是 RSV 呼吸道融合病毒，我也可能是流感啊，也可能是梅浆菌啊，也可能是腺病毒啊。对，我们在临床上大概稍微怎么分？有办法分吗？其实越来越难分。那当然，过去我们在讲，就是说新冠跟 AB 流基本上都比较会有高烧的机会。新冠跟 AB 流比较会发烧，比较会有高烧的机会。那 RSV 其实大部分来讲还是小朋友机会会比较多，大人其实也会感染，其实大人症状相对比较没有像小朋友那么严重，主要是支气管大小的问题。因为它一样会跟 COVID 一样，它的分泌物会很黏，所以在小朋友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小朋友他感染会造成细支气管炎，他喘起来，他咳嗽，甚至你在趴着他胸口听，你会有点像气喘的声音，会有咻咻咻的声音，甚至2岁以下如果得到 RSV，以后演变成气喘机会会大幅的上升。那如果是以像梅浆菌，那大部分来讲，它就咳得比较久，这个大人小孩就都会得。对，那如果假如说你咳了差不多1到2周以上，可是痰却没有特别多，可是这种咳起来就是一阵猛咳的那一种，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小心会不会是梅浆菌感染的机会。那另外一个就是腺病毒，腺病毒大部分合并我们有所谓的3C，就是眼睛红、咽喉红，然后流鼻水啊。那它偶尔少部分的人，他甚至还会合并有肠胃道的症状，那会合并有一点轻微的发烧。所以如果说你这个症状会稍微上呼吸道多一点，而且又咳嗽比较多，那可能也要考虑就是腺病毒的感染。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感染这些，到底要区分还是要借由快筛。对，所以讲那么多，告诉你说还是要筛啦对，还是要筛。那你现在就比如说你那个门诊病人进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些症状，你会筛哪些？一般来讲，目前可能你去诊所，大家手上最容易得到有快筛机会的，可能就是 COVID 跟 AB 流啦。那当然有一些诊所它可能规模比较大，或者手上武器比较多，甚至可以筛到所谓梅浆菌跟腺病毒啊。那 RSV 在有一些小儿科的门诊它是会有的。大人大部分就比较少会去筛 RSV。除非说他已经排除那2个，那可能你的支气管本身相对比较敏感，那我们就会建议可以筛一下 RSV。不过如果你看到人家如果有感冒，你就叫人家去医院，还是不大好嘛。像这些这些那么多的病毒有哪些的治疗是比较特别的？你会就认为说，当我们在家里面咳嗽、发烧、有感冒的症状到哪一个程度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医生。你的建议是什么？好，如果说第一个当然是我们所谓的危急症状就是说你持续高烧快3天的症状。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你会喘或者是说胸闷或者是说你会全身倦怠无力一直嗜睡的情况这个一定要就医了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你咳的痰已经出现有颜色性的变化，你本来可能是轻咳的部分，痰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叫病人记得就是喘咳痰嘛当你痰的越来越多，或者是说你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心肺功能相对比较差的族群，那或者免疫低下的族群，那一定要特别的留意。症状在进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尽速就医。对啊，随着最近疫情COVID-19那些疫情开始又重新再回温了，然后其实跟很多我们之前口罩慢慢的解禁而且最近大家又常常去出游像日币最近比较便宜嘛大家都跑去日本玩可能这国际的交流也变多了所以这种口碑好像不可避免要再起来了要再把它压下去，我觉得大家要拿出之前的基本功了我们这几年养的基本功，其实大家都还熟悉在心里面这样子达到基本功，你才可以安安稳稳的走过这一波的疫情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坤云医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另外，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的健康有帮忙的话，请帮我们按一下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的按钮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及肯定，谢谢大家。